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今天介绍的是场地招式。这种招式有一种特点，那就是延迟生效。当对方换宝可梦的时候，才会受到伤害或者陷入异常状态。一、撒灵。向对手场地上撒出钉子，使对方上场的宝可梦受到满 HP 的1/8伤害。这个技能可以铺3层，伤害累加，1层1/8，2层1/6，3层1/4。如果对方不在地面上或者部分特性，才能无视这个效果。撒灵被对战玩家叫做地钉，是66单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，用于破腰带或者压血线。这个技能 DP 动画中有体现，阿迅的盔甲鸟使用了这招，但是阿迅显然是半吊子，63单打的时候他撒钉子节奏这么快，他撒钉子的收益并不高，后果也很明显。阿迅的盔甲鸟作为钉子手等级很低，被真嗣的嘴牙焰龙一击秒杀，比赛直接变成2打3，他开局就输了一半。2、隐形岩。超级巨严阵以待。隐形岩也是一种钉子，被对战玩家叫做岩钉。这种钉子只能撒1层，对方换上来的宝可梦会受到最大 HP 的1/8基础伤害，但是会受到属性克制的影响。举个例子，火系飞行系的喷火龙是4倍弱岩石的，那么它如果来到铺上隐形岩的场地，那么立刻就会失去1/8乘4等于1/2的最大 HP 伤害，上场直接半血，你说强不强？隐形岩因为释放简单，是目前66或者63对战最为常见的钉子。动画中 DP 岩石系道馆朴泰的大岩蛇会使用隐形岩，不过 3v3 对战意义不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第8世代的超级巨暴食龟使用水系的极巨化招式，会变成超级巨严阵以待。这个招式附加效果就是撒隐形岩，这个技能听上去是岩石系招式， GF 可能是考虑到暴食龟有个特性轻快，这个技能本来和极具水流的雨天效果相得益彰，于是为了不让强度爆表，于是强行将这个技能改为水系招式，结果导致暴食龟无人问津。3、毒灵。场上布满毒灵，宝可梦换上场就会陷入中毒状态，此毒灵能铺2层，第2层的效果为剧毒状态。毒灵的局限性比上面2个钉子大多了，不仅空中的宝可梦、刚系宝可梦、毒系宝可梦都不会受到影响，毒系宝可梦甚至还能够吸收掉场上的毒灵。毒灵在 DP 动画联盟上出现，真嗣的龙王蝎使用了这个招式，小只的勇气鼬、烈焰猴深受其害，但是动画为了毒特性，不仅让落地的天蝎王和姆克因中了毒，还让小只的烈焰猴在地下使用闪焰冲锋，将毒灵效果去除。这2种情况在游戏中是不可能出现的。 DP 之所以被叫做对战巅峰，那就是因为所有人对战都更加会注重宝可梦的能力，并且他们会换宝可梦使用战术，这些趋近于游戏对战的展现不仅让人对游戏感兴趣，而且让对战更加丰富，这是 XY 这种单纯砸特效和1换1所做不到的，所以 XY 对战方面被 DP 吊打是不可争议的事实。4、黏黏网。黏黏网是虫系招式，任何换上场地的宝可梦碰到就会降低一段速度，对于部分特性和飞行系宝可梦无效。这招在66单打中也是极为重要的，你想有速度就有出手权，不是所有宝可梦都是高速高攻，部分中速的宝可梦依靠这招就能抢到出手权。5、超级巨钢铁阵法。这招是大王铜像的超级巨技能，大王铜像图鉴上说是从其他地区来的宝可梦，这个技能就说明了这点。这个特效上看是个钢属性的隐形岩效果，但是目前并不存在一个钢钉的技能，这个钢钉只能通过大王铜像技能触发，因此也许在大王铜像原驻地出现，我们才能用到这个技能。因为大王铜像实力拉垮，而且极巨化本就是用于极致输出的系统，与撒钉子创造机会的理念相违背，所以这撒个钉子简直是画蛇添足，意义不明，还不如普通的极具钢铁的效果，导致这个技能几乎不会在对战中看见。动画中洛兹会长的大王铜像没有超级巨化就被小智干掉了，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招。好啦，以上就是场地招式啦，我是惠子，咱们下期见。